Hola Brando，Hello，Hola Brando，各位 YouTuber，还有中南美洲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酷盖爸爸里面的演员谢家健。Hello，各位 YouTuber，还有中南美洲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酷盖爸爸里面的演员林辉煌。拍摄期间，对啊，就是要很投入在这个角色里面，然后很爱 Jerry，所以多多少少还是真的会有觉得自己是爱上他的。不会产生情愫，可是我会有一种，就是很奇妙的氛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也说不上来。但是 Damian 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像家人的感觉，对，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是你最美丽的插曲。他怎么会出现在我的面前？好可爱哦！然后当下的反应跟想法是，其实那时候是怎么讲？其实你已经沉浸在那个整个现场环境的氛围跟那种暧昧里面，所以其实蛮害羞的。对，那时候当下其实我是很害羞，然后又很紧张，就心跳就真的是一直蹦蹦蹦蹦蹦蹦一直跳。其实应该也听得到我们彼此的心跳声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说第二季应该就是会以我跟我前妻的生的那个小孩，就是以这个作为开场，所以大家应该很想知道说会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 Jerry 面对这件事情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？第二季的内容其实现在还不方便跟大家透露，因为我们知道的也不多，所以那大家要持续的关注我们所有的动态哦。卡哇伊呢，就是其实多看几遍，我觉得酷盖爸爸它里面的对白啊、台词其实都很生活化，然后也很简单，多看几次你就可以好好的学好中文了。谢谢你支持酷爱爸爸，希望你可以多看几次酷爱爸爸，然后从里面学到更多更有趣的中文哟。为什么会接拍啊？因为我喜欢这样的一个剧情，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剧情可以带出的 message，就是讯息给大众是很好的，就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然后让更多人看到说，哎，其实同志家庭也是可以拥有小孩，然后其实小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，其实跟其他小孩是一样的。没有不一样，我觉得酷盖爸爸，其实我内心唯一比较挣扎的一点，就只有在创造角色这一块，因为毕竟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不太一样，所以你要去让杰利这个角色在酷盖爸爸里面火起来，所以那时候我其实脑袋一直打结，然后也一直去请教很多身边的同志朋友，就是可能从他们身上去找到一些杰利的影子，然后再结合我自己一些本身的个性，然后再去把它塑造出来，然后出现在酷盖爸爸里面，让大家看到现在的酷盖爸爸。所以因为只是当时我真的是自己脑袋会打结，所以会没有想法。那为什么会想接酷盖爸爸？是因为我觉得题材很棒，就是他可以去告诉很多同志朋友，其实不要去害怕出柜这件事情，或者是说跟家庭的一些会遇到的问题，就是你可以透过酷盖爸爸去理解到该怎么去跟家人沟通，或者是跟朋友沟通之类的。其实这部剧呢推出来，其实要给予大家的 message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接受，然后把同志家庭这件事情，当成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，就是习以为常的事情，而不是一个非常奇怪啊，然后可能会觉得格格不入的感觉。就是大家可能有些人还是会觉得很奇怪，但是因为我们
还是需要去教导他们说，哎，其实有爱这件事情真的可以改变世界每个人的观点。具体的帮助就是，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更知道说，其实同志朋友跟一般人没有不同，所以大家不要有那种异样眼光。我觉得大家需要保持着一种互相尊重，然后包容的心态，因为怎么讲，大家就是都一样，就是正常人，所以不要有任何的偏见。我应该也会隐藏吧。我觉得Damian 其实为什么会隐藏，他是会做这件事情的原因，是因为他觉得他跟他前妻的这个小孩，应该就是过去的事情，然后他希望说这个事情不要把他带到接下来跟 Jerry 的这段感情里面，就是希望这个事情是分开的。但如果这件事情这么不巧的被大家互相认识了，就是知道了，那也只能够面对啊。对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也是会想要分开，就是不要混在一起了。其实我会一开始就跟他说耶，因为我觉得可能，如果今天先撇开角色的立场好了，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，我会先跟另一半说，就是我有小孩，就因为我觉得在感情里面有时候是需要互相尊重，然后跟信任的，因为如果有时候你会，就如果说不说，就可能会变成是让对方误会成是你是不是在隐瞒我什么这样子，所以我个人会倾向于就是直接跟对方坦诚，然后好好坐下来沟通，说就是其实我有这个小孩，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其实我当下会很惊讶，可是我不太会怎么样，因为我觉得，这是别人的之前的经历，那我当然我也不能去说什么。不过坐下来，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就是如果有坐下来，可以好好的去沟通，去怎么协调，就是彼此间对于这个小孩的认知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对。Jerry 会很生气啊，然后 Jerry 就会离家出走，然后 Damian 要花很多的精神力气去追回他，然后跟他解释这件事情。但我相信后面的结局应该也是圆满的啦，因为毕竟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。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做法的话，Jerry 应该是会去接受的。我是编剧的话，我希望可以透过我跟杰利跟 Damian， 就是可以去帮助身边的朋友，然后去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，然后或者是透过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分享，然后让大家更知道，就是在很多事情上，像是跟家庭跟家里人跟家人沟通，然后跟伴侣之间的沟通，然后还有对于婚姻跟小孩一些就是可能不懂的地方，我们可以这样去慢慢跟他们分享，然后让他们慢慢的了解，然后让他们也可以走到像 Damian 跟杰利的最后的婚礼。可以有更戏剧化一点的啊，可能去欧洲拍摄啊什么的。可以去巴西玩啊，带着小孩们啊，我觉得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啦。希望可以带着小朋友出国玩，然后带着 Jerry， 让大家去看看这个世界多漂亮，这样子。我觉得我还是会维持现在这样，因为其实就蛮好的，因为我觉得你给他太多变化的话，有时候会变得很复杂，那不如就让他单纯一点，就是。杰利就是杰利 ，Damian 就是 Damian，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两个角色。拍摄的吗？对啊，是的，也是去年唯一全球一次的同志大游行。那时候我们是真的在同志游行的现场拍摄，
其实这个就是现场，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排戏，就直接的演起来了，所以当下我们也只能够尽自己的最大的能力去把这件事情完成。当然当下很多观众都有被吓到，你说啊，当然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谁不见了？什么东西不见了？还是狗狗不见了？他们都想要帮我们去找，这样子觉得很好笑。对，那我自己呢，自己觉得拍这部戏其实还蛮累啊，不是，应该说拍这场戏其实蛮累的，因为人真的很多，大家都很开心的在玩，而我们就要在里面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在找凯凯。其实拍摄现场其实也蛮累的，因为真的太多，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变得拍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。对，我们在拍一场找那个凯凯的戏，那时候我们在人群里面大喊凯凯，然后大家还真的以为我们小孩不见了，然后还有路人在帮我们找。对，所以那一场戏我还蛮印象深刻的。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啦。我觉得，其实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和观点是不容易的，就是他得要自己慢慢的去吸收跟谅解。但我们也不可能说，就是借由着自己这部戏就去改变人家的想法。当然能够的话是最好的啦。所以希望说酷盖爸爸能够一直拍下去，1季、2季、3季，然后他也可以就慢慢从第1季看到最后1季或4、5季后，他原来同志家庭是这么的美好的，而且也很开心，也不比普通的那种家庭来的不好，反而会更好。我觉得就是异性恋也可以成为家长，同志朋友那当然我觉得也可以成为家长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有异样的眼光，就是以平等的视角去对待同志的朋友们，因为他们也是人，他们也该有自己的人生，也该有自己的生活，也该有自己的权益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尊重、友善、包容，这样。这句挑战的，就是要说服自己去爱2个小朋友，辉煌跟凯凯。对，这是我的初体验，在戏剧上算是初体验，然后又是一个演同志的爸爸，所以我觉得种种的心理状态跟表演方式都是一个蛮挑战的事情。在酷盖爸爸里面的话，我觉得最具挑战的是哭戏吧。对，因为怎么说？因为像有一场是妈妈不认同杰利出柜那一场戏，其实，在当下我说真的，你要我哭，我觉得我不一定哭得出来。可是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突然在拍的一瞬间，就是能突然理解到杰利他内心的那种难过跟无助，然后你再看到台词上面的一些，就可能说这明明就可能妈妈就是希望我可以过得幸福快乐，其实我就会觉得说，这明明不是你要的，为什么你会就是搞得这一切像是我做错了，然后搞得你很伤心，就是在那一刻我就蛮难过的，对，然后所以那时候我才哭出来，不然我前面我真的酝酿很久，我真的哭不出来，最大的瓶颈。台湾已经很棒啦，如果要再突破的话，就是希望国外的也可以来台湾结婚啊，然后跟台湾人结婚啊，应该是这么说。国外的人也可以来跟台湾的人结婚，然后是被认可的，然后也可以怀孕啊、代理孕母啊这些东西，可能就变得比较正常，而且比较能够让大众去接受吧，我觉得。对，因为其实代理孕母这件事情，可能在很多国家也是觉得好像没办法接受的啦。但是我觉得
只要大家都意愿是正确的，想法观念都正确的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因为爱而去做的。希望未来10年，同志朋友们可以享有跟异性恋朋友们一样的婚姻待遇，像是可以领养小孩啊，然后可以代孕啊，然后还有像是异国婚姻，就是希望同志朋友们可以享受到这些待遇，就是不要有任何的不平等的权益。刚刚开始接这部戏的时候，身边朋友们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去接这样的戏？对，难道你要被人家以后怎么说，就是定型吗？就是说你是同志啊，你就是演同志的戏啊，然后你以后不能再演跟女生演戏之类的。但我好像没有在 care 这个事情啦。但是身边朋友会一直跟我讲，就是会让我觉得很生气跟纳闷。我想说，也许我走的比较前面吧，我还是比较前卫的。你们赶快进步吧。其实没有不一样，我觉得还是一样。当然，你会遇到的是比较多的是同志朋友的粉丝，对。那当然，他们有一些问题，可能就会来私讯我，然后我也会跟他们说，其实，当然你们看，因为当然那些粉丝们都是看过酷盖爸爸，我就会跟他说，其实很多问题在酷盖爸爸里面都找得到。那当然，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解决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去试着去理解事情的原因，然后跟为什么，然后再慢慢的去沟通，去把它解决掉。然后相信他可以，就是跨越很多障碍。对于这题，我目前没有收到任何不好的言论，或者是批评，或者是留言。在我留言区，大多数可以说99%都是好评啦，大家都喜欢。对，其实大家都蛮支持的，然后也很鼓励，然后也希望说就是可以再看到第2季的酷盖爸爸这样子。我觉得啊，就是Jerry 的爸妈来我们的家，然后 Jerry 他发现 Jerry 其实就是同志嘛这件事情，然后后面又接受了 Jerry 是同志的事实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蛮让人感动的。我觉得要让自己的父母去接受自己是同志，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一个感人的 moment 吧，我觉得。妈妈不认同我出柜那一场戏，对，其实那场戏我就觉得就是我会替杰利真的蛮难过的，就会觉得说其实杰利很试着去跟妈妈沟通，可是妈妈在那一刻就觉得就是杰利做的很像都不对，然后是不是妈妈自己也做错了什么，然后老天爷给的惩罚，然后让杰利就是我，然后变成这样子。就其实，在那一场戏，我蛮替杰利就是感到，要说生气嘛，其实也不是生气，就是会觉得说，替他会觉得有点可怜，就是明明他做的已经很好了，可是却一直不被家人认同。对，在那一刻，当然到后面妈妈也是有接受了，所以其实我也觉得妈妈也是还是很疼爱自己的小孩，只是在那一刻的当下，她不愿意去面对，就是妈妈不愿意去面对杰利的这些事。因为其实像 Jerry 的这个角色啊，因为他是没有出柜的嘛，然后他也不想让爸妈知道说他自己是个同志的角色。我相信很多现实社会中，其实也有很多人都是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困难跟难处的。所以当我在排演或者是看到这场戏的时候，就是他爸妈来到家里去接受 Jerry 是同志这件事情的时候，
我其实是自己打从心里是觉得非常的感动跟感人的，因为如果现实社会很多爸妈都可以像他们这样子的去接受孩子，面对孩子是同志这件事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这个世界会觉得非常的美好吧。希望大家如果说在家庭上，就是跟爸爸妈妈在沟通的时候，我觉得不要去硬碰硬，因为我有听过很多朋友的例子，就是他们跟爸爸妈妈硬碰硬之后，到后面是有点吵架，然后跟爸爸妈妈分开住。可是我觉得就是适当的去沟通，慢慢的去透露一些讯息啊，然后跟他们聊天啊，就是让他们知道说，哦，其实，当同志没有任何对与错，对，就是也是正常人。然后希望就是同志的朋友们可以慢慢的说服你们的爸爸妈妈，加油！